2021年1月，中保研发布了2020款奥迪 Q5 和宝马3的碰撞测试成绩。自此，德系豪华品牌三强奔驰、宝马、奥迪3款中型 SUV 均在中保研完成了碰撞测试。今天，我们对这3款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 SUV 进行对比，看看到底谁更安全。参与中保研测试的3款车型分别是：奔驰 GLC 2020款 260L4MATIC 动感型，新车指导价39.28万元；宝马3 2020款 xDrive 25N 运动套装，新车指导价38.98万元；奥迪 Q5 2020款 40TFSI 荣享进取型，新车指导价38.78万元。这3款车型的新车指导价均在39万上下，也是在40万区间最热销的车型。在安全配置方面，3款车均配备了驾驶员正面气囊、前排乘客正面气囊、前排侧气囊、前后排侧气帘、主动刹车系统。而参与测试的奔驰 GLC 260还配备了驾驶员膝部气囊。从总分来看，3款车型除了在低速耐撞性和维修经济性项目中得分为差外，其他项目得分全部为优秀。这样的表现符合我们对豪华品牌 SUV 的预期。下面我们就对3款车型在各个项目中的详细成绩给大家进行分析。低速碰撞测试是以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分别模拟对车头、车尾 40% 重叠率进行碰撞。这是对车辆承受撞击的能力、吸收碰撞的能量、对高价值部件的保护能力以及维修经济性进行评价。在低速碰撞项目中，奔驰 GLC、宝马 S3、奥迪 Q5 均只获得了差的评价。不过我们并不意外，3款车在正面碰撞、追尾碰撞的车辆内撞性方面均获得了满分6分的评价，说明车辆在低速时的内撞性非常不错。而车辆维修经济性得分却是惨不忍睹，主要原因还是豪华品牌的维修费用较高。按照中保研的标准，车辆正面碰撞后的维修成本达到车价的 14.5%， 追尾碰撞后的维修成本达到车价的 6.25%， 维修经济性得分为0分。正面低速碰撞后，3款车的维修经济性均为0分，说明3款车正面碰撞后的维修费用将不低于 5.6万元。追尾碰撞维修经济性方面，奔驰 GLC 和奥迪 Q5 得到12分，而宝马 S3 只有7分，说明宝马 S3 在被后车以15公里每小时的相对速度追尾后，维修的费用需要约 1.8 万元，而 GLC 和 Q5 需要约 1.3 万元。正面 25% 偏置碰撞测试是由美国 IHS 最早开始进行的一项正面碰撞测试。车辆以6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以 25% 的重叠率正面撞击固定刚性壁障，模拟车辆左前侧与另外一辆车或者树木、电线杆等发生碰撞时的场景。由于正面 25% 偏置碰撞避开车辆专门设计的防撞结构，撞击能量只能由成员舱前部的柱以及前车身下面的底盘分散和吸收，因此不少车型在此项测试中翻车。在正面 25% 偏置碰撞中，奔驰 GLC、宝马 S3、奥迪 Q5 的总分均获得优秀的评价。奔驰 GLC 不但全部项目为优秀，并且侧气帘的保护覆盖的范围充分。宝马 S3 唯一的不足是前排侧气帘展开范围有限，但没有影响到车内乘客的头部保护。而奥迪 Q5 在车辆结构、成员舱上部侵入量、假人腿部和腰部这几个项目得分仅为良好。从车外视角可以看出，奔驰 GLC 和宝马 S3 在正面 25% 偏置碰撞后的车身结构完好，尾柱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形，车身结构的强度符合豪华品牌应有的身份。Q5 在正面 25% 偏置碰撞后，尾柱出现了明显的形变，也正因如此导致它的车辆结构、成员舱上部入侵评分仅获得了良好。轮圈对防火墙位置也产生了明显的挤压，导致假人腿部和脚部伤害，因此也仅获得了良好。Q5 在车体结构方面与 GLC、S3 还是存在一些差距。从车内视角可以看出，3款车在碰撞过程中的正面气囊、侧面气帘都正常弹出，假人接触到气囊的中部，没有滑入气囊与车门之间的间隙，气囊有效地保护了假人的头部和胸部。奔驰 GLC、奥迪 Q5 表现完美。宝马 S3 的侧气帘长度略短，在三角窗位置没有完全覆盖，但在安全带约束的共同作用下，假人并没有撞到侧窗玻璃，也没有滑入气囊与车门的间隙。总的来说，在正面 25% 偏置碰撞中， GLC 和 S3 符合豪华品牌应有的表现。Q5 在驾驶位正面安全气囊和侧气帘正常工作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情况下，以及 SUV 车内部空间较大的加持，围柱的变形并没有对假人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仍然获得了优秀的评价。侧面碰撞测试是通过移动变形避障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撞击试验车辆的驾驶员侧，模拟车辆在交通事故中侧面被撞击的场景。在侧面碰撞中，3款车型均有优异的表现，所有单项得分全部为优秀。在侧面碰撞后结构的入侵量这一个项目上，B柱与驾驶员座椅中线距离不低于 12.5 厘米为优秀。3款车型均远超过 12.5 厘米这个标准，其中奔驰 GLC 为23厘米，宝马 X3 为 19.5 厘米，奥迪 Q5 为21厘米。车内成员防护方面，驾驶员与后排乘客在侧气帘的帮助下也都获得了足够防护，各方面均为优秀。从车内摄像机所拍摄的图片可以看出，在侧气帘和安全带约束的共同作用下，避免头颈部受到过大撞击，同时也减少了车窗玻璃碎裂产生的伤害。所以我们再次强调，系好安全带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保护自己的方式。车顶强度测试是用刚性压板以每秒5毫米的速度给试验车辆施加载荷，记录压板在移动127毫米过程中的峰值载荷。当载荷与车辆质量比值超过4为优秀。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奔驰 GLC、宝马 X3、奥迪 Q5 的载荷质量比均超过了4，均为优秀。特别是奔驰 GLC， 车顶峰值载荷达到了惊人的12万牛。结合侧面碰撞中 B 柱与驾驶员座椅中线距离为3款车型中最大的 23.0 厘米，说明奔驰 GLC 的车体结构强度是3款车中最优秀。主动安全测试是对车辆的前向碰撞预警和自动紧急制动功能进行测试。3款车型均全系配置了主动安全系统，其中奔驰 GLC 采用毫米波雷达，宝马 X3 采用双目摄像头，奥迪 Q5 采用单目摄像头。3款在主动安全测试中均拿到了优秀的评价，其中奥迪 Q5 获得了满分的成绩，而宝马 X3 在前向碰撞预警项目未得分，说明 X3 在以72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接近静止或低速车辆时未能够及时预警。从以上中保研测试数据分析，奔驰 GLC 在主被动安全方面均有十分优异的表现，宝马3被动安全非常出色，但主动安全方面在前向碰撞预警上略有瑕疵。奥迪 Q5 主动安全获得了满分的成绩，但在自身结构方面略有不足，导致正面 25% 偏置碰撞出现了雷柱轻微变形、假人腿部和腰部受伤的瑕疵。综合各项目评价，3款车型的整体安全性能均为优秀。欢迎收看，喜欢我们请关注、点赞、收藏，我们将为大家创作更多更好的节目。